祝愿大家中秋节吉祥、圆满、宽容、完美，消除过去的一切的烦恼，获得像明月一般的幸福和美好，希望所有的夫妻都能幸福和睦，希望单身着的，能找到另外一半，让自己圆满起来，希望贫穷的能够获得富贵，因为这是收获的季节。希望这个分数考得比较低的孩子们，借这个元月之日可能考上100分，考上一个圆满的一个分数，让大家为你高兴，让父母以你为荣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到中秋节就是庆团圆呐，吃月饼啊。为什么吃月饼？对，为什么吃月饼？饿了。其实第一个原因我自己的想法，中秋节尤其是北方的那个农作物都已经收割完了。比如说玉米呀、谷子啊，还有苹果呀、红薯呀，这些东西也都是萝卜呀、白菜也都是秋天收获下来之后，为了冬天能够过冬来吃。还有在古代的中秋节，实际上还是一个烧那些植物的那个杆，烧那些东西的时候。所以中国那个秋天的秋，是禾苗的禾被点火了，就叫秋。那个禾苗上的那些能吃的这个种子，就是我们人类吃的粮食。所以我们有很多那些稻谷玉米杆把粮食采下来之后，这些杆放在那儿没有用，在地里把它焚烧掉，把它变成这个柴火灰。这个灰呢，到了地里头，再把它翻到地里去之后，它就变成了什么呢？肥料，变成了肥料，它使这个土地更加有营养，使庄稼长出来之后更加津津有味。那么通常最好时间烧是晚上，所以那个时候它就都晚上一点，满地都是火，天上都有个明月。那个时候大家又有很多收获的水果呀、苹果呀，甚至是肉食新鲜的粮食大家在那载歌载舞，其实是庆丰收。所以呢，中国人那个孝就开始产生了。儿女，你看我们新收获的粮食，我做一个，比如说大馒头、大饼，好吃的，也正好应这个月是最圆的时候，好吧？做一个大白面饼，这是最早的时候，那个月饼就是一个大饼。慢慢的人类是有智慧的，秋天有枣子了，有葡萄了，有苹果了，我把它能不能怎么加工一下，塞到这个饼里头，让它有甜味儿、有香味儿，更有营养，更有特色。所以又有了这个掺了馅儿的饼，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月饼。为什么甜呢？甜蜜幸福尤其是女人一吃糖就快乐，对不对？所以也顺便告诉大家要想敬你的妈妈，掺点糖；也是让你老爹高兴，掺点盐就行了。要让大家都高兴甜的咸的，酸甜苦辣咸全部掺进去，到不同的饼里头就是庆丰收、庆团圆丰收的时候不是绝对团圆日，是因为孝敬父母我要把新粮食敬给父母。过去作为大臣的，我要把新粮食做的东西、做的食物献给皇上，它都是上行下效的这样一个天道循环，是这样的。还有呢，秋收获的时候，一家的庄稼地收获的忙不过来呀。如果大风一来，你的植物全刮坏了怎么办呢？大暴雨一来之后，你的农作物全泡汤了怎么办呢？所以收割的时候，大家互相帮忙。平常你们这个兄弟吵架了，你的邻居吵架了，没关系，这个时候都要帮忙。帮忙之后呢，大家食物一起共享。
我们平常吵个嘴呀、拌个架，这个小不舒服、不愉快的矛盾，通过载歌载舞、彼此敬献食物，化解了中间的一个小烦恼。但是月亮那么亮，它越亮越大，其实那个夜间的光芒也就越亮，对不对？它不像那个漆黑夜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这个大家门都不敢出，对不对？再加上明月，再加上大地的篝火，大家没有空乐意在家里睡觉去，对不对？有了粮食，谁不吃啊？趁这个时候，也让所有不完美的心情，所有曾经不完美的争执，都通过这个庆丰收彼此的食物啊、美食美酒的这个赠送合在一起的欢乐，将中间的烦恼去掉，所以人生是完美的。有同学就问我哈，那师父，这个为什么庆这个圆满的这个日子，怎么不放在年底呢？它是完整的一年呢。8月15的话，就像考试一样，最多60分，对不对？这怎么在8月15这个多半节的地方开始庆祝这个圆满的一个东西呢？我想这也是一个好像一个巧合的一个天数啊，就像我们老师考试一样，什么叫及格呢？60分就是及格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人生追求的完美哈，那是人类永远的一个期望。只因为对更美好的事物的有这样的期望的一个心态，所以才让我们每天充满着动力。所以我们所说的完美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存在就是完美啊。譬如说像女孩在读书的时候，自己长得比较漂亮，男生给她经常抛抛媚眼呐，经常给她主动搭个讪、帮个忙之类的，那么她读书的动力就少了。所以长得比较美了之后，她的骄傲心一出来，就觉得说话不懂事，不会做人，傲慢，就常常因为美丽而成为花瓶，心中是空的。因为我不美，所以我不努力，我不靠真本事不行啊。靠脸的话，估计要饭都要不出来。只因为我长得不美，所以我要努力的去学到我的真本事，我要凭我的本事，凭我的知识，凭我的能力去谋生，所以我才有学习的动力，做事的动力，生活的动力。完美这个概念只是人类的一个奢望，完美并没有，没有完美，但是有更美；没有最高，但是有更高；没有最好，但是有更好。是有这个说法的。所以我们中国那个庆中秋是在我们考试在60分的这个地方上来进行庆祝的，我觉得这就是完美。继续说一句，月朦胧，月光下人最美，因为看不清细节。谢谢。